怎么回事？再试一次。阿姨，真的刷不了。您看这显示。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将 POS 机屏幕转向桌前的中年女人。不可能，我这张卡从来没出过问题。王美芳抢过银行卡，反复检查着卡面，仿佛能从那薄薄的塑料片上找出什么端倪。包间里十几个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过来，原本的谈笑声戛然而止。要不换张卡试试？坐在王美芳旁边的老同事试探性的建议。对，换张卡。王美芳急忙从包里翻出另一张银行卡，手指都在微微颤抖。POS 机再次发出低低的拒绝声。王美芳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握着银行卡的手僵在了半空中。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3年前那个秋日的黄昏，小雅怯生生地跟着男友推开王美芳家的门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和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中年女人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彼时的王美芳刚从银行退休，30年的工作经历让她养成了雷厉风行的性格。看到儿子带回来的女孩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满意的。小雅长得清秀，说话轻声细语，最重要的是家境普通，不会给儿子带来什么负担。这丫头不错，知书达理的。当晚，王美芳就对丈夫表达了认可。婚礼是在第2年春天举办的。小雅的父母从外地赶来，看着富丽堂皇的酒店和满桌的宾客，眼中满是欣慰和感激。王美芳在众人面前表现得像个慈爱的婆婆，亲自为小雅戴上传家的金镯子，嘴里说着一家人就要相亲相爱的话。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小雅搬进了王家的3居室，和公婆、丈夫一起生活。王美芳对这个儿媳还算上心，会在小雅上班前准备好早餐，会在她生理期的时候煮红糖水，会在她感冒时买药送到床前。妈对你真好。丈夫林峰常常这样感慨，小雅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她开始真正融入这个家庭，直到她开始发现一些细节。王美芳习惯掌控家里的一切，从买菜做饭到缴费支出，从亲戚往来到人情世故，她都要亲自过问。即便是小雅和林峰的工资卡，也被她以统一管理家庭财务的名义收走了。你们年轻人不会理财，钱放我这里安全。王美芳理直气壮地说。小雅起初没有太在意，毕竟王美芳在银行工作了大半辈子，理财确实比他们专业，而且婆婆也不是苛待她，该买的东西都会买，该花的钱也不会省。转变发生在小雅怀孕的时候，那是结婚后的第8个月，小雅意外怀孕了。王美芳得知消息后兴奋得不行，立刻开始张罗着各种补品和营养品，但同时她对小雅的控制也变得更加严密了。你现在怀着我们林家的孩子，一举一动都要小心。王美芳开始限制小雅的活动范围，不许她单独外出，不许她和娘家联系太频繁，连朋友聚会都要她批准。最让小雅难以接受的是，王美芳开始干涉她的工作。现在家里不差你那点工资，早点辞职，在家养胎吧。王美芳一边给小雅削苹果，一边若无其事地说，我觉得工作能让我保持状态，医生也说适度活动对胎儿好。小雅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医生懂什么？我生林峰的时候在家养了8个月，你看他多健康。王美芳的语气开始变得强硬。再说了，你现在花的都是家里的钱，
也该为家里着想着想。这句话刺痛了小雅，她突然意识到，在王美芳眼中，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林家的附属品。争执在2个月后爆发了。那天，小雅的大学同学结婚，她想去参加婚礼，王美芳坚决反对，理由是人多嘈杂，对胎儿不好。我只是去吃个饭，不会有事的。小雅据理力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你现在肚子里怀着的是我们林家的骨肉，出了问题，你担得起吗？王美芳的声音提高了8度，这也是我的孩子。小雅第一次大声反驳，你的孩子？你拿什么养孩子？你现在吃的住的用的哪样不是我们家的？王美芳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射出来。我告诉你，只要你在这个家里，就得听我的规矩。那一刻，小雅清楚地看到了王美芳脸上的表情，那不是慈爱，不是关怀，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感。林峰回到家时，看到的是2个女人冷战的场面。他试图调解，但话语明显偏向母亲。小雅，妈也是为了你好，你就听话一点吧。为了我好？小雅冷笑，还是为了他的控制欲好？你怎么能这样说嘛？他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多少，你看不到吗？林峰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小雅看着丈夫，心中涌起一阵绝望。她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家里，她永远是外人。孩子最终没有保住。怀孕4个月的时候，小雅因为一次激烈的争吵导致流产。王美芳在医院里哭得撕心裂肺，不断地责备小雅不小心、不听话，仿佛这一切都是小雅的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非要出去乱跑。王美芳红着眼睛指责。小雅躺在病床上，听着婆婆的指责，心如死灰。她看向林峰，希望得到一丝安慰，但看到的只是她眼中的埋怨和失望。出院后，小雅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和生活。她发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经济独立，失去了社交圈子，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她像一个被圈养的金丝雀，住在华丽的笼子里，但却没有任何自由。更让她痛苦的是，失去孩子后，王美芳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本的关怀变成了冷淡，原本的体贴变成了挑剔。这饭怎么这么咸？地怎么拖得这么脏？你这一天在家都干什么了？每一句话都像刺，扎在小雅的心上。她想要辩解，想要反抗，但每次都被王美芳一句话堵回去。你现在也不上班，家务不做好，要你干什么？林峰对此选择性失明。下班回家后，他要么玩手机，要么看电视，对婆媳之间的紧张气氛视而不见。偶尔小雅忍不住向他抱怨，他总是说，妈就是那个性格，你忍忍就过去了，忍忍就过去了。小雅不知道自己还要忍多久。转机出现在1年后，小雅的一个朋友在保险公司工作，介绍她去做兼职。王美芳起初反对，但架不住小雅的坚持，最终同意了。那点钱还不够你坐车的油费，做什么做？王美芳嘟囔着。但小雅不在乎钱多钱少，她在乎的是重新拥有工作的感觉。虽然只是兼职，但让她找回了一些自信和尊严。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让她重新建立了社交圈子。她开始和同事们聚餐，开始参加公司的活动，开始重新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王美芳对此越来越不满，一天到晚往外跑，家里的事都不管了。她开始在林峰面前抱怨，小雅工作挺好的，能分担一些家庭压力。林峰这次难得地站在了妻子一边，分担什么压力？他那点钱够干什么的？还不如在家好好做家务，省得我操心。
王美芳的语气充满了不屑。矛盾在小雅工作半年后再次爆发。那天是王美芳的生日，小雅提前买了礼物，准备下班后赶回来庆祝。但公司临时有个重要客户要见面，她不得不加班到很晚。回到家时，生日宴已经结束了，桌上还摆着生日蛋糕的残余。客厅里坐着几个亲戚，气氛有些尴尬。你还知道回来啊？王美芳阴阳怪气地说，我还以为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呢。妈，对不起，公司临时有事。小雅解释着，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礼物。你现在眼里只有工作，哪还记得家里的事？王美芳看都不看那个礼物，亏我还把你当女儿看待。我真的是临时有事，下次不会了。小雅的声音有些颤抖。下次？还有下次吗？王美芳站起身来，声音越来越高。你现在翅膀硬了，觉得不需要这个家了是不是？我没有这样想过。没有？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往外跑？为什么家里的事情一点都不操心？为什么我生病了你都不知道？王美芳的质问像连珠炮一样射来，小雅被问得哑口无言。她确实因为工作忙碌，对家里的关注少了，但她从来没有不把这里当家，更没有不尊重王美芳的意思。妈，您消消气，小雅也不是故意的。林峰试图打圆场，故意不故意，他自己心里清楚。王美芳冷哼一声，反正我的话她是听不进去了，我这个婆婆也白当了。说完，王美芳摔门进了房间，留下小雅一个人在客厅里流泪。那晚，林峰破天荒地安慰了小雅，妈就是这个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她其实挺不容易的，一个人拉扯我长大，现在年纪大了，就希望家里人都围着她转，你理解理解她。我理解她，那谁理解我？小雅哽咽着问。林峰沉默了。从那以后，家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王美芳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指责小雅，但她的冷淡和疏离却让人更加难受。她开始有意无意地排斥小雅，比如和亲戚朋友聚会时不叫她，买东西时不问她的意见，甚至连家里的一些决定都绕过她。最让小雅受伤的是，王美芳开始在外人面前贬低她。我们家小雅工作是挺忙的，就是家里的事情不太上心。在邻居面前，王美芳这样评价儿媳。年轻人嘛，都喜欢在外面闯，家里的温暖体会不到。在亲戚面前，她又是这样说。每一次，小雅都感觉像被扇了一记耳光。她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但更让她痛苦的是，林峰对这一切的漠视。他似乎已经习惯了母亲的强势和妻子的委屈，习惯了当一个和事佬，习惯了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大男人插什么手？这是他的口头禅。小雅开始觉得这个家不再是她的家，而是她的监狱。她每天走进这扇门，都要做好迎接冷眼和挖苦的准备。她开始怀念单身时的自由，开始羡慕那些经济独立的女性朋友。事情的转折点出现在2个月前。那天小雅下班回家，发现王美芳正在和几个老同事打电话，商量着聚餐的事情。下周6吧，就在香满楼，我请客。王美芳笑得很开心，好久没见面了，一定要好好聚聚。小雅礼貌地打了招呼，王美芳淡淡地点了点头，继续她的电话。人数啊，算算，老张、老李、老王，12个人吧。王美芳在纸上写着什么？对，我订个大包间。小雅以为王美芳会像以往一样，至少客套地问问她有没有时间参加，但这一次，
王美芳从头到尾没有提到他。妈，下周六您要聚餐啊？小雅主动询问。老同事聚会。王美芳头也不抬地回答。需要我帮忙准备什么吗？小雅试探性地问。不用，都安排好了。王美芳的语气很平淡，仿佛在和一个陌生人说话。小雅等了一会，王美芳始终没有邀请她参加的意思。那一刻，小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她不是家人，甚至不是客人，她只是一个住在这里的外人。愤怒和委屈涌上心头，但小雅什么都没说。她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关上门，任由眼泪滑落。第二天，她做了一个决定。周一的早晨，阳光从办公室的百叶窗缝隙中洒进来，在小雅的办公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机械地处理着手头的工作，脑海中却不断回想着昨晚的情景。王美芳在客厅里兴致勃勃地和老同事们通话，商量着聚餐的细节，从包间的选择到菜品的搭配，从聚会的时间到参与的人员，她规划得井井有条，唯独没有她这个儿媳的位置。小雅，你在想什么呢？同事小陈端着咖啡走过来，看你一上午都心不在焉的。没什么，小雅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家里有事？小陈关切地问。小雅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她不想让同事们知道自己家里的事情，那会让她感觉更加难堪。但小陈是个细心的人，他察觉到了小雅的异样。要不中午一起吃饭？很久没聊天了，小陈提议。小雅点了点头。他确实需要找个人说说话。中午，两人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厅坐下，小陈点了2份套餐，然后专注地看着小雅，说吧，到底怎么了？小雅沉默了一会，然后把最近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她没有抱怨，只是平静地叙述着事实，但小陈还是从她的语气中听出了委屈和无奈。你婆婆这样做确实不太合适。小陈皱着眉头说，你是她儿媳妇，怎么能故意不叫你参加聚会呢？可能她觉得我不适合参加吧。小雅苦笑着说，毕竟都是她的老同事，我去了也插不上话。这不是插不插话的问题，这是态度问题。小陈有些愤愤不平，他这样做明显是在排斥你，在向别人传达一个信息，你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小雅的心被戳中了痛处，她一直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但小陈的话让她无法再自欺欺人，那又能怎么办呢？小雅叹了口气，我总不能主动要求参加吧，那样更尴尬。为什么不能？你是他儿媳妇，有权利知道家里的事情，更有权利参与家庭活动。小陈的语气很坚决。小雅，你不能这样一味地忍让下去，忍让不会换来尊重，只会让对方觉得你好欺负。可是，没有可是。小陈打断了他的话，你想想，如果角色互换，你的妈妈这样对待林峰，你会怎么想？小雅愣了一下，她确实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如果是她的母亲故意排斥林峰，不让他参加家庭聚会，她一定会觉得很不合适，会主动为丈夫争取。但林峰呢？他对母亲的排斥行为视而不见，甚至还要她理解和忍让。我应该怎么做？小雅问。小陈想了想，说：首先，你要让你丈夫知道这件事，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支持你，问题就好解决了。如果他还是像以前一样和稀泥，那你就要考虑其他方法了。其他方法，比如让你婆婆知道，你不是可以随便欺负的。小陈的眼中闪过一丝狡黠，有时候适度的反击是必要的。当天晚上，小雅鼓起勇气向林峰提起了这件事。老公，
妈这周六要和老同事聚餐，他没有叫我。他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哦，是吗？林峰头也不抬地玩着手机。那你就在家休息呗，正好可以轻松一下。可是我觉得我是家里的一份子，这种聚会应该让我知道，至少应该问问我的意见。小雅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你想多了吧？林峰终于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都是妈的老同事，你去了也没什么意思。再说，你们平时关系就有点紧张，何必自找没趣呢？关系紧张，难道不应该想办法改善吗？小雅的声音有些颤抖。你作为丈夫，不应该帮我争取一下吗？争取什么？林峰皱起了眉头。小雅，你最近怎么变得这么敏感？妈没叫你去聚会怎么了？难道她还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小雅苦笑。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我是她的儿媳妇，这叫什么私人空间？你就是想太多。林峰的语气开始变得不耐烦。妈辛苦一辈子，现在退休了，和老朋友聚聚怎么了？你非要参与人家的聚会干什么？我不是要参与，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基本的尊重。小雅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如果她真的不希望我参加，至少应该和我说一声，而不是当我不存在。好了好了，你别这么计较了。林峰重新低头看手机。大人的事情少操心，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大人的事情。小雅听到这句话，心中涌起一阵悲凉。在丈夫眼里，她连个大人都算不上吗？那一刻，小雅彻底死心了。她不再指望林峰会为她说话，不再指望这个家会真正接纳她。既然如此，她也没有必要再委曲求全。第二天，小雅请了半天假，来到了中国银行。这家银行是她和林峰的主要账户所在地，也是王美芳工作了30年的地方。由于王美芳退休前在这里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她对银行业务的熟悉，小雅和林峰的很多银行业务都是通过她代理的，包括那张王美芳经常使用的银行卡。3年前结婚时，为了方便家庭财务管理，小雅在王美芳的建议下，给了她自己银行卡的代理权限，这样王美芳就可以代为办理一些业务，包括取款、转账等。当时小雅觉得这很正常，毕竟王美芳是银行的老员工，又是自己的婆婆，没什么不放心的。但现在她改变了想法。你好，我想取消银行卡的代理授权。小雅对柜台的工作人员说：好的，请问您是要取消哪位代理人的授权？工作人员询问。王美芳，身份证号是？小雅报出了王美芳的身份证号码。请稍等，我查一下。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操作了一会，确实有这个代理授权，是3年前办理的。请问您确定要取消吗？取消后，代理人将无法再使用您的银行卡进行任何操作。我确定。小雅的语气很坚决。那请您填写一下这个表格，并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小雅认真地填写着表格，心中五味杂陈。她知道这样做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但她已经不在乎了。她累了，累得不想再伪装，不想再忍让，不想再当那个永远被忽视的透明人。办好了，您的银行卡代理授权已经取消，从现在开始，只有您本人可以使用这张卡。工作人员把银行卡和身份证还给他。谢谢。小雅收好证件，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解脱感。走出银行大门时，她看了看天空，阳光很好，云朵很白，世界似乎突然变得明亮起来。她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她知道她再也不会任人摆布了。周六如期而至，上午
王美芳开始为晚上的聚餐做准备。她把自己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熨烫，把珍藏的珠宝首饰擦拭得闪闪发光。晚上你们随便吃点什么，我可能要很晚才回来。她对小雅和林峰说，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知道了，小雅淡淡的回应。妈，玩得开心点。林峰抬头说了一句，然后继续看他的电视。王美芳哼着小曲去化妆了，心情显然很好。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期待一个聚会了。下午5点，王美芳打扮得光彩照人的出门了。她穿着新买的连衣裙，戴着闪亮的项链，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了10岁。我走了，你们在家好好的。她挥挥手，踩着高跟鞋离开了。小雅站在窗边，看着王美芳上了出租车，心中涌起复杂的情感。6点半，她的手机响了，是王美芳发来的微信。到了，包间很不错，菜也点好了，后面还配了一张照片，显示的是香满楼包间里的圆桌，上面已经摆了几道精美的菜肴。7点，又是一条微信，大家都到齐了，准备开动了。这次的照片显示了包间里的全景，10几个中年人围坐在圆桌旁，举着酒杯，笑得很开心。王美芳坐在主位上，看上去是当之无愧的焦点。小雅看着这些照片，心中涌起一阵酸涩。她想象着王美芳在朋友们面前炫耀的样子，想象着她如何享受众星捧月的感觉，想象着她如何刻意忽略家里还有一个儿媳的存在。8点，微信又响了，酒喝得有点多了，大家都很开心，好久没这样聚过了。9点，准备结账了，今晚我请客。看到最后这条消息时，小雅的嘴角浮现出一个微妙的笑容。她放下手机，静静地等待着。香满楼包间里的气氛达到了高潮，10几个人围坐在圆桌旁，脸上都带着酒后的红晕，谈笑声此起彼伏。王美芳坐在主位上，接受着老同事们的恭维和感谢。美芳，还是你有面子，这香满楼可不便宜啊。坐在他右手边的老张笑着说，就是退休生活过得这么滋润，我们都羡慕死了。老黎也附和道。王美芳摆摆手，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哪里，都是老朋友，应该的。我在银行工作这么多年，也就交了你们这些好朋友，不请你们请谁？美芳人好，儿子孝顺，儿媳妇也懂事，真是人生赢家啊！坐在对面的老王感慨道。听到儿媳妇懂事这几个字，王美芳的笑容微微停滞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正常。年轻人都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也不多管。她轻描淡写地说，那是，现在的年轻媳妇都独立得很，不像我们那个年代。老张的妻子接话道，话题很快转向了其他方面，但王美芳的心思却有些散了。她想起了小雅最近的态度，想起了她对自己若即若离的疏远，心中涌起一阵不快。但这种不快很快就被酒精和朋友们的热情冲淡了。她重新投入到谈话中，享受着这种被围绕的感觉。时间不知不觉到了9点半，有几个人开始看表，说家里还有事要先走。别急，我来买单，大家再坐一会。王美芳站起身来，拿起自己的包。美芳，这顿饭不便宜，我们捏吧。老李提议。说什么呢？今天我做东，怎么能让你们掏钱？王美芳大方地挥挥手。服务员，买单。很快，服务员拿着账单走了进来，一共是2800元。服务员礼貌地说，好的。王美芳从包里拿出银行卡，递给服务员，刷卡。包间里的人都在夸奖王美芳的大方，气氛很是热烈。王美芳心情大好，
已经开始计划下次聚会的安排了。几分钟后，服务员拿着 POS 机回来了。女士，请您输入密码。王美芳接过 POS 机，熟练地输入了密码。这张卡她用了3年，密码早就烂熟于心。滴滴滴 ，POS 机发出了拒绝的声音。怎么回事？王美芳愣了一下。对不起，显示交易失败，请您再试一次。服务员歉意地说。可能是我输错密码了。王美芳重新输入了一遍密码。滴滴滴，还是拒绝的声音。包间里的谈笑声渐渐小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王美芳身上。怎么回事？再试一次。王美芳的声音有些尖锐。服务员小心翼翼地再次尝试，结果还是失败。女士，可能是这张卡有什么问题，要不您换张卡试试？王美芳的脸开始发热，她能感觉到周围人异样的目光，那种尴尬让她几乎无法呼吸。没问题的，这张卡我经常用。她从包里又翻出一张卡，用这张。POS 机再次响起拒绝的声音，这下包间里彻底安静了。美芳，要不我们先约吧？老张试探性地说。不用。王美芳的声音有些颤抖，肯定是机器有问题，我这卡绝对没问题。她又尝试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的失败。女士，我们的机器刚才还正常使用的，应该没有问题。服务员有些为难地说：“要不您打电话给银行问问情况。”王美芳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的银行卡从来没有出过问题，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突然刷不了？美芳，别着急，我先垫着吧。老李站起身来，准备掏钱包。不行，王美芳几乎是喊了出来：“今天说好了，我请客，绝不能让你们掏钱。”他的声音在包间里回荡，所有人都被他的激动吓了一跳。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沉默，只有墙上的钟表在滴答作响。王美芳感到前所未有的慌乱，她完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在众人面前的失控让她几乎无法呼吸。王美芳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如纸，手中的银行卡啪的一声掉在了桌上。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包间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小雅。她穿着简单的外套，手里拿着自己的银行卡，脸上带着平静的微笑，仿佛这一切都在她的预料之中。十几双眼睛在她和王美芳之间来回游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和尴尬。有些人认出了小雅，毕竟在王美芳的朋友圈里，她偶尔会提到自己的儿媳妇。小雅，你怎么来了？王美芳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我听说您在这里聚餐，担心您可能需要帮助。小雅的语气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针一样刺在王美芳的心上。看起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她走向服务员，微笑着说：“麻烦刷我的卡。”不用。王美芳几乎是跳起来阻止，但声音却显得虚弱无力。我自己可以解决。妈，您的卡已经不能用了，还是让我来吧。小雅的话像温柔的刀子，毕竟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吗？一家人这3个字让王美芳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环顾四周，看到老同事们脸上复杂的表情，有些人已经开始窃窃私语了。美芳，这是你儿媳妇啊，真是懂事的孩子。老张的妻子试图缓解气氛，但话语中明显带着一种微妙的试探。是啊，小雅一直很孝顺。小雅代替王美芳回答，同时将银行卡递给服务员。今晚的账单我来付，各位叔叔阿姨别客气。POS 机传来了成功的提示音，交易完成了，谢谢您。
这是您的卡和小票。服务员如释重负地将卡片还给小雅。包间里响起了稀疏的掌声，但气氛仍然很微妙。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对婆媳之间不同寻常的紧张关系。小雅真是好孩子，美芳你有福气啊，老李笑着说，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探究。王美芳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但心中已经翻江倒海了。她意识到自己彻底丢脸了，不仅在老同事面前出了丑，还让小雅抢了风头。更要命的是，她开始明白小雅今晚出现的真正意图。各位叔叔阿姨慢用，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小雅礼貌地向众人点头致意，然后看向王美芳：“妈，您慢慢聚，我在外面等您。”说完，她转身离开了包间，留下一屋子人面面相觑。美芳，你儿媳妇人不错啊，关键时刻还是她靠得住。老王感慨地说：“是啊，现在这样懂事的儿媳妇不多了。”另一个人附和道。王美芳听着这些话，心中五味杂陈。她知道老同事们话里的潜台词，如果小雅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她之前从来不提？为什么今天的聚会没有叫上她？更让她难堪的是，她意识到小雅早就知道自己今晚要聚餐，知道自己故意没有邀请她，却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用最优雅的方式化解了尴尬，同时也让她颜面尽失。聚会草草结束了，原本应该持续到深夜的聚餐，在这场风波后很快就散了场。老同事们陆续告辞，每个人离开时都对小雅赞不绝口，这让王美芳更加难受。美芳，下次聚会记得带上小雅啊，这么好的儿媳妇应该让我们都认识认识。老张的妻子在离开前特意这样说。是啊，你们婆媳关系这么好，真让人羡慕。老黎也附和道。王美芳僵硬地点头答应，心中却在滴血。她知道老同事们已经看出了什么，也知道今晚的事情很快就会成为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包间里很快就只剩下了王美芳一个人，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残羹剩菜，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和愤怒。她拿出手机，拨通了林峰的电话。林峰，你老婆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取消我的银行卡授权？王美芳几乎是咆哮着说。电话那头传来林峰慌乱的声音：“妈，您别急，到底怎么回事？你问问你老婆干了什么好事？”王美芳的眼泪开始往下掉，她让我在所有人面前丢脸，让我怎么做人？妈，您先别哭，我马上过去接您。不用了。王美芳挂断了电话，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然后深呼吸了几次，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一些。她不能让小雅看到自己失态的样子，绝对不能。走出包间时，她看到小雅正坐在大堂的休息区，安静地翻看着手机。听到脚步声，小雅抬起头来：“妈，聚会结束了。”小雅的语气很自然，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你很得意是不是？王美芳压低声音说，她不想让其他人听到。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小雅依然很平静。别装了，你故意取消银行卡授权，就是为了让我在朋友面前出丑。王美芳的声音开始颤抖。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您觉得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小雅反问。这个问题让王美芳愣住了，她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故意不邀请我参加今晚的聚餐，我没有抱怨。您在外人面前贬低我，我也忍了。但是妈，我也是有自尊的。小雅的声音依然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晰。我取消银行卡授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至于今晚的事情，我只是来帮您解决问题的。
解决问题。你是来羞辱我的。如果我真的想羞辱您，我会在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吗？小雅站起身来，妈，我本可以让您在朋友面前更难堪，但我没有。我本可以让所有人知道您是怎么对待我的，但我也没有。王美芳被小雅的话堵得说不出话来。她确实意识到，如果小雅真的想报复，今晚的情况会更加糟糕。您一直说我不懂事、不孝顺、不把这里当家，但是妈，家是什么？家是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地方。如果您一直把我当外人，我又怎么能把这里当家呢？小雅的眼中有泪光闪动，但语气依然坚定。我什么时候把你当外人了？王美芳的声音有些虚弱。您心里清楚。小雅擦了擦眼角，妈，我不想和您吵架，也不想破坏这个家，我只是希望能得到基本的尊重。两个人在大堂里对视着，周围的喧闹声仿佛都消失了。过了很久，王美芳才开口：你是不是想搬出去？如果您希望的话。小雅的回答很直接，我没有这样说。王美芳急忙否认，我只是，她说不下去了，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她想要掌控这个家，想要所有人都听她的，但又不想失去这个儿媳妇。她想要小雅服从她，但又不想小雅真的离开。妈，我们回家吧。小雅主动提议，外面风大，您别着凉了。这句关怀让王美芳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意识到，除了小雅，今晚已经没有人真正关心她了。那些老同事们关心的是八卦和谈资，只有这个被她排斥的儿媳妇在关心她会不会着凉。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出租车在夜色中穿行，车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但车内却安静得像深海。王美芳偷偷看了几次小雅，发现她一直在看着窗外，神情很平静。这种平静让王美芳感到不安，因为她习惯了小雅的委屈和忍让，不习惯这种淡然的态度。到家时，林峰正在客厅里焦急地等待。妈，小雅，你们没事吧？到底发生什么了？他急忙迎上来。没事，小雅简单地说，然后径直回了房间。林峰看向母亲，王美芳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妈，您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王美芳坐在沙发上，把今晚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她省略了自己故意不邀请小雅的部分，重点强调了小雅取消银行卡授权让她难堪的事情。小雅怎么能这样做？太过分了！林峰听完后很愤怒，我去找她谈谈。算了，王美芳拉住了儿子，你去了也没用，她现在翅膀硬了，不会听你的。可是她这样做确实不对啊，那张卡您用了3年，怎么能说取消就取消？王美芳沉默了，她想起小雅刚才说的话，想起自己这段时间对她的态度，心中涌起一阵愧疚，但这种愧疚很快就被愤怒和不甘压了下去。她就是想给我点颜色看看，想让我知道离了她不行。王美芳咬着牙说，我偏要让她知道，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第二天，王美芳开始了她的反击。她首先去银行，想要重新获得小雅银行卡的代理权，但被告知只有卡主本人才能重新授权，她无法强制办理。然后她开始在家里找茬，挑剔小雅做的每一件事，从早餐做得太咸到地板拖得不干净，从衣服晾得不整齐到说话声音太大。他像个挑剔的监工一样，处处找小雅的麻烦，但小雅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面对这些指责，小雅不再像以前那样解释和道歉，而是选择了沉默。
该做的家务她照样做，该承担的责任她照样承担，但不再试图取悦任何人。这种沉默让王美芳感到更加愤怒，因为她发现自己的攻击失去了效果。小雅就像一块棉花，任何力量打上去都是软绵绵的，没有回应，也没有反抗。更让她气愤的是，林峰开始站在小雅一边了。妈，您这样有点过分了吧？一天晚上，林峰终于忍不住开口：小雅已经够委屈的了，您就别再为难她了。我为难她，是她先为难我的。王美芳激动地说，她让我在朋友面前丢脸，你不为我出头也就算了，还要帮她说话。妈，我了解了一下，小雅取消银行卡授权是她的权利，她没有做错什么。林峰的语气很坚决，倒是您为什么聚餐不叫上她？她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啊，我为什么要叫她？那是我的朋友聚会，关她什么事？关她什么事？妈，她是您的儿媳妇，是我的妻子，您这样做让她怎么想？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家？林峰的话让王美芳愣住了，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确实有问题，但她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不愿意向小雅低头。反正我就是看不惯她那个样子，自以为了不起，以为离了她这个家就转不了。王美芳嘟囔着：妈，小雅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林峰叹了口气，他一直很尊重您，也很努力的想要融入这个家，是您一直在排斥他，一直在找他的毛病。我排斥他，我找他毛病。王美芳声音提高了8度，他自己做的不好，还不让人说了？他哪里做的不好了？家务他做，工作他也认真，对您也很孝顺，您还想要他怎样？这个问题让王美芳无法回答。她确实找不出小雅什么实质性的错误，她的不满更多来源于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她不喜欢小雅的独立，不喜欢她不够卑微，不喜欢她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期望来塑造自己。争吵的声音从客厅传到了卧室，小雅听得一清二楚。她躺在床上，眼泪无声地流着。她意识到这个家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了。3天后，小雅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天晚上，她对林峰说：我想我们应该搬出去住。林峰愣了一下，为什么？这样对大家都好，你妈妈不用看到我就烦心，我也不用每天战战兢兢。小雅的语气很平静，我们可以在附近租个房子，周末回来看看。可是这样会不会太极端了？林峰有些犹豫，不极端，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小雅已经想得很清楚，强扭的瓜不甜，勉强住在一起只会让矛盾越来越深。林峰沉默了很久，最终点了点头。当王美芳得知这个消息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她这是在威胁我，她以为这样我就会妥协。王美芳对丈夫说：我偏不让她如愿。但当小雅真的开始收拾东西时，王美芳却慌了。她看到小雅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叠好装箱，把自己的书籍和用品分类打包，那种即将失去什么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你们真的要搬走？王美芳站在卧室门口，声音有些颤抖。是的。小雅头也不抬地继续收拾，房子已经找好了，明天就搬过去。那以后还回来吗？会的，周末会回来看您和爸爸。小雅的回答很客气，但也很疏远。王美芳突然意识到，小雅真的变了。以前的小雅会哭会闹会委屈，现在的小雅却冷静得让人害怕。她不再试图争取什么，也不再期待什么，他只是在用最理性的方式保护自己。那天晚上，王美芳失眠了，她躺在床上，想起了小雅刚进这个家时的样子，怯生生的，
总是小心翼翼地讨好每一个人。他想起了小雅怀孕时的期待和流产后的绝望，想起了小雅努力工作想要证明自己价值时的执着。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第二天，小雅和林峰搬走了，看着空荡荡的卧室，王美芳坐在沙发上发呆。房子突然变得很安静，安静的让人不安。现在满意了，丈夫冷冷地说，儿子儿媳都被你逼走了，我也没想到会这样。王美芳的声音很小，你想要的不就是掌控一切吗？现在好了，这个家只剩下我们两个老的了，你想怎么掌控就怎么掌控。丈夫说完也回了房间。王美芳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孤独。1个月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王美芳遇到了那天聚餐的老同事老张。美芳，小雅还好吗？那天聚餐后，我们都挺想念她的。老张笑着说，她挺好的。王美芳勉强回答，那么好的儿媳妇，你有福气啊。老张感慨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很现实，能在关键时刻为长辈着想的不多了。这句话让王美芳心中五味杂陈。她想起那天晚上小雅出现在包间门口的那一刻，想起她平静地说我们是一家人时的表情。或许她真的错了，或许她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儿媳妇，更是一个真正关心她的家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圆满结局。王美芳依然住在那个3居室里，小雅和林峰在外面租房子，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每个周末，他们会回来吃顿饭，但那种亲密的家庭氛围再也回不来了。这个故事反映了现代中国家庭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代际之间的权力争夺。老一辈习惯了权威式的家庭模式，年轻一代则追求平等和独立。当这2种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往往没有赢家。王美芳想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孝顺、绝对的服从和依附，但小雅追求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尊重、平等的对话和独立的人格。2种需求本质上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却常常变成了零和博弈。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王美芳通过掌控家庭财务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而小雅通过取消银行授权来捍卫自己的经济独立。金钱在这里不仅仅是生活的工具，更是权力和尊严的象征。这种以经济控制为手段的家庭权力结构，在中国的许多家庭中都存在。它反映了传统父权制社会向现代平等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阵痛。老一辈担心失去权威，年轻一代渴望获得尊重。双方都有自己的合理诉求，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妥协机制。小雅的选择搬出去住是一种理性，但也是无奈的解决方案。它既避免了正面冲突的升级，又保护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但这种解决方案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家庭关系的疏远和亲情的淡化。对于王美芳来说，她最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掌控权，但失去了真正的家庭温暖。她的胜利是空洞的，因为一个人的权威如果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终将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故事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道德审判，它只是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家庭困境，以及每个人在面对这种困境时的选择和代价。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家庭关系的重新定义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学会在坚持自己原则的同时，也理解他人的需求，在维护自己尊严的同时，
也给他人留有体面。但这样的智慧，往往需要在痛苦和失去中才能获得。就像王美芳最终意识到的那样，当你试图掌控一切的时候，你可能会失去一切；而当你学会尊重的时候，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爱与被爱。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